爷爷娶了自己的孙媳妇儿，这个孙媳妇儿还是他的亲外孙女。这是发生在明朝隆庆年间的一段真实历史。蒙古俺答汗娶了已经许配给自己孙子把汗纳吉的外孙女齐拉古特，从此爷孙二人反目成仇。而草原上的伦理大戏不仅仅是蒙古贵族间的信任危机，一场由明蒙百年恩怨引发的外交风云即将展开。想要讲清楚事情的整体脉络，我们需要对明蒙关系有一个简单的了解。自明代开国之初，蒙古和明廷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到了嘉靖年间，主要的冲突方是鞑靼土默特部，其首领为俺答汗。进攻北京的是他，嘉靖杀基劳总督，杀兵部尚书也是因为他。不过俺答汗的强势不仅在于他手下的鞑靼武士多么英勇，更多原因是明朝出现了大量的汉奸叛徒。嘉靖中期，燕北地区白莲教头目邱富、赵全等人率教民非法越境，叛逃至河套、丰州地区。此后的10余年里，其势力不断壮大。到隆庆年间，在明蒙边境已经形成了较为庞大的内奸集团。他们在丰州兴土木、开水田，帮助俺答计划战争，领导敌人进攻长城。以邱富和赵全为首的内奸集团演变成了威胁明朝国土安全的板生问题。目前，赵全计划在自己称王之后尊俺答为帝，阴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意外发生了，赵全最终败在了一个女人身上，就是片头里提到的俺答汗娶了自己的外孙女。事情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俺答的3儿子铁贝台吉死了，铁贝台吉留下一个独子把汗纳吉。俺答把他交给自己的大老婆抚养，成年后替他娶妻比吉，而把汗纳吉还是不满足，他又看上了自己姑姑的女儿齐拉古特。婚事已经定下，但到最后齐拉古特却嫁给了俺答汗，转投外公的怀抱，变成了蒙古的三娘子。无尽的恨意集中到了把汗纳吉这样一个青年的身上，鞑靼的武士承受不住失恋的痛苦，怨恨和嫉妒让他诅咒自己的爷爷俺答。到了隆庆2年，三娘子已经怀孕生子，这下把汗纳吉几近崩溃，他不愿在别人的冷眼下生活，他要离开。就这样，把汗纳吉谋划了2年，在隆庆4年10月的一天里，10几匹蒙古战马带着无尽的恨意来到了长城边界，把汗纳吉降明了。此时的宣纳总督是王崇古，大同巡按御史是方逢时。他们面对这位蒙古公子哥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最近的过去，这里勉强偷安了几时，现在居然有人过来投降，后面会不会有追兵呢？在不明确对方意图的情况下，最终方逢时决定冒险去见一见把汗纳吉。具体接触过程史料没有记载，不过在方逢时给王崇古的信中，他说道：机不可失也。王崇古也料定把汗纳吉奇货可居，所以几天之后，方逢时派了500人，大大方方地将把汗纳吉接了回来，同时另有书信高拱张居正请教对策。王崇古、方逢时2人都是隆庆4年经由张居正举荐到宣大履新的。来之前，张居正曾嘱咐道，在宣大任职与关西不同，这里有4点需要注意：以鲁为患，事无斗志，足惰而完，将令不行。所以遇到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绩，一定要谨慎。这一次的非常之事，王崇古的计划是换囚，他和方逢时准备借此机会彻底解决板生问题，把赵全这个汉奸杀了。而这一切都要朝廷定夺。高拱看到信之后，立马叫来了吏部右侍郎张四维。吏部是高拱的大本营，张四维深得高拱的信任，同时他的身份也足够特殊，王崇古是他的亲舅舅。显然高拱对王崇古的做法有些不甚理解，他需要找张四维核实。在了解情况之后，高拱在回信中表示，务必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将把那汉吉视为人质，要厚待他。至于板生问题，暂时不明，不做讨论，一定要想办法搞清楚蒙古方面现在是什么态度。高拱的安排比较稳重，在不明事态具体情况时能够顾全大局。张居正的安排
则更加具体和激进。他表示，赶紧找个人去和达达那边传话，你孙子投降跟我们没关系，是他自己仰慕我大明的文化，而且我们这边早有明文规定，我如果现在把你孙子杀了，我就可以封侯了。但是你家孩子是慕名而来，我不忍杀他，不仅如此，我还要给他赏赐。你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吧？要么你遵循咱们之前的约定，要么你把赵全的人头奉上。如果你敢称兵要挟，我也不怕你。现在宣大征兵备战，等着你来。由此可见，王崇古和方逢时已经得到了内阁的支持。但当他们的汇报正式传到京城时，满朝哗然。王崇古在奏书中写道：俺达横行塞外50多年，无数次侵扰我大明边塞，现在他孙子前来投降，应该接纳封官。这封奏书遭到了叶梦熊、饶仁侃等人的明确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达达多年侵扰，杀我臣民无数，万万不可轻信。咱们千万不能忘了宋代郭药师的前车之鉴啊！其实现在来看，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更为重要的是，事情发展到现代，似乎少了一个关键的人。兵部尚书干嘛去了？国防的大事，他为什么不发表意见？现在的兵部尚书名叫郭乾，他在隆庆元年致仕，但在高拱还朝2个月之后起复，又任兵部尚书。明史说他对于是否应该接受投降不置可否，基本上可以判断为躲清闲去了。所以在兵部不发表意见，内阁的高拱、张居正赞同，前线的王崇古、方逢时赞同，几名御史反对的局面下，最后隆庆皇帝拍板接受投降，下旨优抚把韩纳吉予赏赐，并将叶梦熊外调，平息异议。几乎就在朝廷做出决定的同时，俺达带着自己所有的兵马出动了。他一边亲率大军进攻平鲁城，一边分兵2万给2个儿子攻威元堡。死亡和掠夺的空气瞬间席卷北方，但明朝的边防早已不是20年前。现在的宣大是王崇古、方逢时，蓟辽是戚继光、谭纶，陕西还有王之浩。明朝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俺达又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事实上，从隆庆登基开始，蒙古的侵扰就在逐渐减少，原因很简单，他们打不过。那俺达这次出动又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正如王崇古所料，随着明朝边防的加强，俺达没有欺骗他们，他真的想讲和了。其次，毕竟把韩纳吉是他亲孙子，还是他大老婆从小养到大的，俺达受不了大娘子的一再催促，起码要确定一下把韩纳吉是生是死。在这种大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方逢时派的使者鲍崇德来到了俺达汗的大营，他对俺达宣读上谕，朝廷决定厚待你孙子，他不仅没有死，还给他封了官。俺达不信，派人去打听，把韩纳吉确实活着，而且还是王崇古的座上宾。于是鲍崇德继续说道，你孙子可以随时回去，前提是赵全等人必须伏法。鲍崇德从容的表现，俺达汗十分欣赏，他吩咐手下选一匹好马送给鲍崇德。俺达在示好，他基本上认可了明廷的方案。这些消息经由王崇古传至高拱、张居正，作为幕后的指挥，他们又有了另一番布置。我挑简要的说明。其一，和达达的所有交易都应该秘密进行，毕竟涉及到版生问题，一旦有任何变故，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关于他们一直想要的互市，主动权一定要抓在我们的手里，和把韩纳吉的态度没有关系。第三，一定要搞清楚俺达汗本人的大致思路，不然就算赵玄等人伏法之后，他们达达还是侵扰我们，那这一次的事情做的就没有任何意义。最后，一切的事情你和方逢时一定要仔细思考，多和朝廷商量。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明王朝和达达都有作战准备，但双方却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朝廷里，内阁和督府都不愿看到边信。对于俺达汗而言，他进攻并不难，但如果战事一开，他孙子的小命可就没了。难道他这一次出兵不是为了把韩纳吉的生死吗？战争与和平在任何年代都是一个难题。同时，如果他选择和平，
他会成为因改善民族关系而名垂千古的大人物。是战是和，都在他的一念之间，一切都在秘密进行着。但问题还是出现了，御史姚继可参了方逢时，说方逢时有通敌之嫌。好在高拱、张居正足够强势，他们不可能让这样的弹劾影响大局。事后，张居正还特意书信王崇古，让其安慰方逢时，千万不要被朝廷里的某些人影响。再之后的事情就比较顺利了。隆庆4年12月，北风凛冽，赵玄等10几名汉人被俺答送到了云石堡，随后荐送京师问斩。赵玄的头颅经过隆重的仪式传至大明旧边。2天后，把韩纳吉重新回到了俺答的帐下。俺答派人感谢王崇古，并且再次提起开通共事。阪生问题解决了，参与事项的一干人全都升了官，就连已经致仕回家的赵贞吉也因为赞扬这次的大计受到褒奖。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像之前张居正说的，俺答的话能信吗？土默特部已经和大明交战了近1个世纪，讲和是不可能的，这有失国格。那要继续和俺答接触谈共事吗？现在的难点在于，整个事情发展到现在，不是什么精密的谋划，而是意外。把韩纳吉降明是意外，鲍崇德几句话让俺答直接答应大明的条件，把赵玄等人送回来更是意外。后续的安排还会不会出现意外？如果继续接触推进共事，就要解决好3个问题。第一是封，把韩纳吉已经接受明朝封赏，那还要不要更进一步给俺答汗封王？一旦封王，会不会牵扯到其他蒙古贵族的利益？同时他俺答可是整个庚戌之变的始作俑者，给他封王的阻力可想而知。第二是贡，封王纳贡从来都是一体的，俺答及其部下要按照何种规制纳贡，朝廷要怎么样去安排才妥当。其三，互市通商，封贡之后，明朝的北边和俺答所属部下可以在限定的时间指定的区域内进行贸易，这是一项国家经济政策，一旦弄不好，通商的地区也会有不少麻烦，更要仔细斟酌。这3个问题如何解决，朝廷正在商议，意外却又发生了。俺答公开表示，我想停战，发誓永远不会侵犯明朝疆土。因为这个意外，王崇古在隆庆5年2月上书重谈封贡8事，不料这一次却遭到了兵部尚书郭乾的强烈反对。他指出，虽然庚戌之变后重开马氏，但在嘉靖晚年已经禁止，现在重启共事，不知道王崇古是何居心。我大明朝坚决不能和蒙古人做生意。同时，王崇古上书之后，言官的弹劾接踵而至。几时中张端甫说，你王崇古完全不考虑以后的问题，不就是在邀功吗？御史姚继可也把之前参方逢时的文章翻出来重新上书。怎么办呢？王崇古确实和高拱、张居正关系匪浅，如果让这些人攻击成了朋党，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事情就此僵住，只能交由圣裁。皇帝下令廷议，简单来说就是开个班子扩大会议，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最终赞成票22，反对票17，还有5票属于赞成封贡，反对互市。这种结果，皇帝只能将奏书打回兵部，兵部令王崇古再议。王崇古有内阁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不可能放弃，所以他没过几天就递上去了一份一模一样的奏书。而这一次，高拱和张居正做了万全的准备。高拱为了把言官的嘴堵上，直接把成祖爷朱棣搬出来了。他指出，咱大明朝早就有给蒙古贵族封王的先例，现在朝廷里有些人总是拿宋代讲和说事儿，难道我大明朝和宋朝一样吗？我和张居正、王崇古是在谋国。而张居正说的更加直接，国家为什么养着你们这些酒囊饭袋？护市的好处一大堆，你们都看不见吗？内阁的强势令兵部汗颜。随后郭乾上书，我们赞同王崇古总督的主张。但高拱、张居正还是不放心，他们以内阁的名义给皇帝拟了8字方略，
外事机密，内修守备，就是一边答应俺答，一边整顿国防，算是给了之前那些投反对票的人一个台阶下。最终，隆庆皇帝批复王崇古奏书，俺答汗封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把韩纳吉为昭勇将军，在大同宣府等11处开市，但交易时间、规模受到限制，铁器等军用物资受到严格管制。至此，困扰了明朝近100年的北虏问题得以解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仔细看来，这是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从把那汉吉降明到最后明蒙开通共事，虽然有着内阁和督府等人的谋划，但真正影响事情走向的其实是俺答汗的态度，也就是一个又一个意外。而之所以能达成最后的结果，原因大致有2点。首先就是明蒙双方军事实力的变化。嘉靖晚年到隆庆初期，在解决东南倭乱的同时，明朝军队训练出了一大批精兵强将，这些人在被调往北方之后足以稳定局面。同时，俺答汗年事已高，拥有地位的大儿子皇太极也逐渐独立。在这种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下，俺答汗很难再次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其二，明蒙双方的高层都有着强烈的议和动机。首先，隆庆皇帝对政务不感兴趣，而共事的主张又是王崇古提出的，推动者还是高拱和张居正。那实际上开通共事，在明朝高层已经获得了统一的认可。到这里，隆庆一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已经结束，明蒙关系得到了改善。时间也来到了隆庆5年，兵部尚书郭乾因先前反对封贡而被高拱、张居正疏远，丁忧的杨伯重新回来任兵部尚书。到了5月，李春芳退休，高拱由次辅变为首辅。这台国家机器在这些文官的治理下，看似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王朝的隐患已经凸显，张居正每时每刻都活在痛苦之中。一场由隆庆皇帝去世引发的政治浪潮即将到来。